沙特阿拉伯决定不再与美国续签石油美元协议，意味着持续50多年的协议在小萨勒曼执政时期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此时关于人民币的话题则被炒得火热，很多人都认为人民币或许会在将来的国际石油贸易当中逐步取代美元原来的地位。这次沙特的动作对于人民币的上位过程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那么，沙特阿拉伯停止续签石油美元协议的做法究竟会给美元霸权带来多大的影响呢？中国和人民币又会从中获得多大的好处呢？6月15号，多家外国媒体爆出猛料称，沙特阿拉伯政府决定不再与美国续签持有美元协议，这标志着这份延续了50多年时间的协议正式成为了历史。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贸易也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不过，这已经不是沙特阿拉伯方面第一次传出相关的消息了。早在去年就有媒体爆出，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在贸易领域与美国存在诸多的分歧与矛盾，且这种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6月13号，还有一家阿拉伯半岛的地方英文报纸对外表示，有关沙特阿拉伯要放弃石油美元协议的说法纯属谣言。目前，沙特阿拉伯政府根本没有考虑终止与美国签订的这项协议。然而，仅仅是在2天之后，路透社等知名外国媒体就爆出了来自沙特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的确终止了与美国签订的石油美元协议，美元霸权的根本也因此出现了急速动摇的情况。毫无疑问，沙特的这一举动将会使得美元在国际石油贸易中的占比逐渐降低。以往石油贸易领域美元一家独大的局面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如果美国无法通过美元来掌控国际社会中的石油贸易，那么美国对他国发起的经济贸易制裁也就会在事实意义上大打折扣。石油美元协议的终止对于美国来说，就像是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不过，有国际能源学者认为，虽然沙特阿拉伯目前已经终止了石油美元协议，但未来沙特阿拉伯恐怕还不能够直接在石油贸易当中抛弃美元。未来的沙特阿拉伯应该尽可能的使本国石油贸易中所接纳的货币多元化，从而降低减少美元占比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一举动将会给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世界主流主权货币带来一些新的机会。而且不仅仅是沙特阿拉伯同意了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与沙特阿拉伯建交的各个海合会阿拉伯国家也表示愿意用人民币结算未来的石油贸易，整个海湾地区的石油贸易局面都为之一变。当前，沙特阿拉伯终止石油美元协议，又给以人民币为中心的石油贸易带来了一些新的机会。不少人都认为，人民币或许将会彻底取代美元，成为国际石油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因为当前不仅仅是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同意采用人民币作为国际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像俄罗斯和伊朗这样的石油贸易大国也全面接受了人民币。也就是说，当前用人民币作为石油贸易结算货币的策略是受到各个主要产油国接受的。而且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还不错，未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翻脸的可能性也较小，这就保障了人民币在石油贸易当中的稳定性。作为一种极其稳定的国际化货币，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石油贸易时主动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币替代美元也就将成为定局。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沙特阿拉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同时也作为海湾地区的领头羊国家，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被某种货币所主导的。未来，沙特阿拉伯在小萨勒曼的领导之下，或许会接纳包括人民币、欧元、日元、韩元在内的多种主权国家货币。因为将本国的石油贸易与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进行强绑定，其实在本质上并不利于本国石油市场的稳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美元之外，欧元也极有可能会成为人民币在未来国际化道路上的主要对手之一，因为欧盟各国的经济综合实力是不容小觑的。不过，中国的追求从来就不是让人民币成为像美元一样的霸权货币，中国也从来没有像美国一样谋求过世界性的霸权。我们始终将自己当成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并积极参与所有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议题和活动。即使未来人民币不是沙特对外石油贸易中的唯一结算货币也没关系，因为中国总会有自己的经济实力，向全世界证明人民币的重要性以及用人民币结算所带来的利益。或许是美国已经意识到了未来美元霸权衰退的趋势不可阻挡。就在沙特宣布终止石油美元协定的前几天，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坎贝尔突然对外界说出了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语。坎贝尔居然公然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表示，未来的美国可以考虑与中国保持谨慎共存的关系。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各国媒体的热烈讨论，甚至有人还开始质疑起了坎贝尔这些话的真实性。坎贝尔还表示，从长期来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会变成美苏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目前，中美两国对彼此都有着极强的依赖性，
因此美国和中国都应该适应一下当前的这种新型关系。坎贝尔还认为，维护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于维护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有不少媒体都对坎贝尔的这番发言表示震惊，因为作为美国国务院实质意义上的2号人物，坎贝尔在以往谈及涉及中国的问题时，往往都会和美国总统拜登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保持一样的态度。但这一次，坎贝尔对外释放出的言论显然不能代表布林肯和拜登的态度，因此有很多外界的媒体都对坎贝尔的这些言论持怀疑的态度，认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不过，坎贝尔在随后也补充称，他认为当前维护好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实权派人物，坎贝尔的这些话倒是完全没有说错。有分析人士认为，坎贝尔选择在眼下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发表这样的言论，或许是在有意对中国发出试探的信号。因为坎贝尔的言论虽然看上去与美国的主流政治观点不同，但美国当下的确需要与中国建立一种相对缓和的关系。否则，一旦中美两国开始激烈对抗，从前那套由美国激励主导的霸权体系只会更快地迎来崩塌。或许，坎贝尔和一些美国政坛内部的人士已经逐渐意识到了，当前的这个世界不再是美国的一言堂了，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从前那么大的影响力了。与其在双方的对抗当中让美国的真实面目彻底暴露，倒不如与中国维持一种相对微妙的关系，并将一些经济和金融厂商的利益让给中国，以换取缓和的空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霸权体系和美国主导的政治和军事霸权体系，迟早会迎来彻底崩塌的那一天。即便是某些美国政客已经看破了这一切，他们恐怕也无力阻挡这些事情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中国其实无心与美国维持所谓的争霸关系，我们只是想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格局尽快形成，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过去那套由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本质上是保证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剥削的体系。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收获了尊严，也获得了利益。他们或许也因此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博弈场面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这也正是中国几十年来不断与他国保持合作并维持自身发展的意义所在。未来的中美两国的确可以共存，但美国不仅要学会与中国共存，也要学会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共存。因为未来的世界不会再有所谓的霸主，更不会有维护西方各国利益的单极霸权体系。如果未来某些西方政客还要执意维持那套已经过时的霸权主义体系，并试图在颐指气使地干涉他国的事务，其最终只会因为自己愚蠢的行为而沦为世人的笑柄。